在佛教的修行中，欲望被视为最大的障碍之一。无论是出家修行的僧人，还是世俗中的信徒，欲望，尤其是对肉体和情感的欲望，总是时不时地困扰着修行者的心灵。这种深深扎根于人性的冲动，使得许多人在追求觉悟的道路上倍感迷茫与痛苦。虽然佛教教义强调通过戒除欲望来达到心灵的净化与超脱，但在现实的修行中，欲望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对手。那么，如何判定自己是否误入邪淫？佛教中的这5条标准或许能对你有所启发。寺庙的庭院内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火的气息。善明跪坐在佛像前，微闭双眼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念着大悲咒。每一次念诵，他都感到内心的某种波动与净化，仿佛每个字句都在洗净他内心的杂念。咒语的节奏在空气中轻轻回响，仿佛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力量，在他周围悄悄构建起一个神圣的屏障。然而，尽管外界一切都显得安详、平静，善明的内心却并非如此。他时常觉得自己离真正的清净与觉悟还差得很远。欲望，这个曾在他心中悄然生长的东西，像一条隐形的锁链，深深困扰着他。每当他尝试平静下来，专心修行时，欲望便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，难以抗拒。这股不安定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他的心灵，让他陷入一片深深的迷茫之中。他不断自问，修行的道路为何如此艰难？为何我明知欲望是修行的障碍，却始终无法将其摆脱？即便是念诵佛号，专心持咒，我的心却依然无法平静。欲望的扰乱像是永无休止的波涛，打破了每一次内心的宁静。有时他会恍若不见地面对身边的美丽女子，那些撩动心弦的瞬间让他感到羞愧而自责。每当这种心动的感觉涌现，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修行。我真的是一个能够超越欲望的修行者吗？还是我注定只能在欲望的漩涡中挣扎，无法自拔？修行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，每日的禅修、持咒、冥思，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节奏。然而，尽管他每天都以虔诚的心态投入到修行中，却始终无法从欲望的困扰中摆脱出来。这种无法控制的内心动荡，渐渐成为他修行中最深的痛苦。即使他已在佛门中修行多年，虽然身心的变化不大，但欲望却始终如影随形，似乎是他无法逾越的鸿沟。一天，善明在寺庙的花园里徘徊，偶然遇见了智光法师。智光法师是寺中德高望重的高僧，年约70，眉目清秀，白胡须苍苍，眼中却透出一股久经沧桑的睿智与慈悲。他身穿朴素的僧袍，静静地站在庭院中的一棵古树下，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善明早已听闻智光法师的名声，知晓他在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声望。他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无数修行者的道路。看到智光法师，善明的心中忽然升起一种强烈的渴望，他想要向智光法师请教自己的困惑。于是他恭敬地上前行礼，低声说道：师父，弟子心中有困惑，恳请师父指点迷津。智光法师慈眉善目，微微一笑，示意善明坐下。你有什么困惑，可以说给我听。善明略带羞愧地低下头：师父，我修行多年，虽然每天都持咒念经，努力消除内心的杂念，但欲望却始终无法从心中消除。每当欲望袭来，我总是感到愧疚与困惑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超越欲望，达到真正的清净。师父，我该如何才能摆脱欲望的束缚，真正达到修行的境地？智光法师沉吟片刻，目光深邃，似乎在思索如何回应这位年轻修行者的问题。他缓缓开口，语气平和而沉稳：欲望是修行路上的一种试炼，它让修行者不断的自我审视，逼迫内心去面对真实的自己。欲望的本质并非来自外界的诱惑，
而是源于你内心的执念。修行者的任务并不是单纯的避免外界的诱惑，而是要学会如何在欲望面前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净。善明听后心中一震，他不禁抬头望向智光法师，那深邃的目光如同穿透了他内心的迷雾，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触动。智光法师继续说道，你太过抗拒欲望，越是抗拒，它就越会在你内心生根发芽。欲望的本质就是执着，而执着则是无明的体现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让欲望消失，而是通过觉察与智慧去除对它的执着，保持内心的清净和平和。善明恍若醍醐灌顶，虽然他听不完全懂，但有种莫名的明悟感涌上心头。他感到自己似乎被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，不再是单纯的对抗与压制欲望，而是通过内心的平和与智慧逐渐将其超越。然而善明心中依旧有一个疑问未解，既然欲望无法完全消除，那我如何能够在修行中净化自己的心灵，避免被欲望控制？智光法师微微一笑，欲望不会完全消失，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，但通过修行，你可以学会如何驾驭它。修行的真正目的是让心灵从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境地。听到这番话，善明终于明白，修行并非完全消除欲望，而是要通过深刻的自省与修行，逐渐学会如何在欲望的洪流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清净。他的心灵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暂时的释然，但欲望的困扰依旧没有完全解开，内心仍然充满了疑问与挣扎。智光法师似乎洞察到善明心中的迷茫，他缓缓说道，欲望并非你的敌人，它只是你内心的一部分，你越是害怕它，它就越能控制你。当你真正理解欲望的本质，放下对它的恐惧与抗拒，你便能超越它。修行的路不是走得越远越好，而是走得越深越好。记住，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自我觉悟，学会与欲望共处，并使其成为你心灵成长的动力。智光法师的话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，缓缓涌入善明的心田。这时善明的心境渐渐平静下来，他从法师的话语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智慧，不再是那种盲目追求无欲无求的状态，而是通过与欲望和谐共处，找到内心的平衡和自由。智光法师突然话锋一转，低声问道，你听过邪淫这2个字吗？善明一愣，随即点头，听过，师父。邪淫似乎是佛教中戒律之一，但具体意义我不太明白。智光法师微微一笑，邪淫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肉体行为，而是内心欲望的放纵与不节制。欲望若不加节制，便会引发种种恶行，而修行者最重要的便是保持内心的纯净，避免欲望的泛滥。善明若有所思，内心却仍有一些疑惑，如何才能判断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邪淫？我该如何避免这种困境？智光法师看着善明，眼中闪烁着慈爱的光辉。邪淫并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失范，更多的是心念的偏离。佛教中有5大标准，可以帮助你辨识自己是否已经陷入邪淫的困境。智光法师的声音在空气中缓缓回响，温和而有力，似乎每一句话都在善明的心田播下了种子。他知道，眼前的教诲将会是他修行中一次深刻的转折，能够使他不再被欲望的困扰所牵制。第1条，无节制。智光法师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，仿佛在凝视着善明的内心。欲望如果无节制，便会如同暴风骤雨，无法自控。当欲望压倒了理智，它会迅速吞噬你的清净，扰乱你内心的平和。你所感知的所有欲望，不论是肉体上的还是情感上的，如果没有节制，它们就像野火一样，会蔓延至整个心灵。善明的眼神渐渐暗淡下来，他的内心浮现出许多曾经的片段，那些冲动的时刻，那些无法自控的瞬间。
当欲望在他心中泛滥时，他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节制。每次欲望的冲动，似乎都如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，迅速淹没了他的理智。尽管他在修行中无数次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静，但每一次的欲望来袭，内心的平和总是被打破，直至一切归于混乱。智光法师继续说道，欲望如无节制，它会将你引向不正的道路，不仅影响你自己的修行，甚至会让你陷入对物质和感官的依赖，最终偏离修行的真正目标。修行的目标不是完全压制欲望，而是要学会如何控制它，让它不至于控制你，侵蚀你的心灵。善明的目光微微低垂，他在心中默默反思，试图将这些话融入自己过去的经历中，渐渐有了些许觉悟。第二条，轻率。智光法师的语气变得严肃，他凝视着善明，修行者若对欲望轻易妥协，就是在随便放弃自己的理性与节操。欲望往往会在一瞬间袭来，而人在面对欲望时，如果没有冷静思考，只会因一时的轻率做出决定。每一个欲望的出现都值得我们去深思，去辨析。你不能让欲望轻易地引导你，你必须保持冷静，深刻思考每一次欲望背后的动机。善明的心头猛然一震，过去他曾因为轻率的决定陷入无数的回脑之中。每当欲望如潮水般袭来，他总是被其巨大的力量冲击，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后果。那些一次次因为冲动做出的选择，让他在回忆中不禁回脑不已。每次做出决定后，内心的空虚与焦虑总会接踵而至。欲望的诱惑很强大，它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出现。你若心浮气躁，轻率行事，便会走上岔路，远离内心的平静与智慧。修行者要保持冷静，理智地面对每一次欲望的考验，不能让它决定你的选择。智光法师的话仿佛一把锐利的刀，直戳善明内心深处的软肋。善明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欲望的反应。过去他总是心浮气躁，缺乏耐心，甚至在面对诱惑时感到无所适从。每一次过于急功近利的反应都让他后悔不已。第三条，无智慧。智光法师的声音再度平静下来，但其中蕴含的深意让善明的心灵再次震动。欲望的根源往往来自无明，也就是内心的无知。无明让人看不清事物的本质，无法辨别欲望带来的后果。欲望是短暂的，它会在瞬间满足你，但它无法带来真正的安宁与幸福。修行者必须要有智慧，去洞察欲望的虚幻与无常，才能不被它蒙蔽，最终超越它。善明陷入沉思，无明仿佛是他修行过程中一直无法跨越的障碍。每次欲望袭来，他总是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迷茫之中，无法清晰地看到欲望背后的虚妄与无常。他的内心一直对欲望有一种错觉，认为它能带来满足和安慰，却忽略了它的空虚与短暂。只有智慧才能让你洞察欲望的虚伪。你若没有智慧，欲望就会把你牵着走，直到你迷失了方向。修行者要不断培养智慧，去辨别是非，去看清欲望背后的真相。智光法师的话语如同醍醐灌顶，让善明在这片迷雾中看到了隐约的光明。第四条，情感依赖。智光法师轻声说道，欲望不仅仅与肉体的需求有关，往往与情感的需求交织在一起。修行者如果对情感产生依赖，便会陷入欲望的泥淖。情感的依赖让人难以自持，无法独立自主。修行者应学会独立与自足，依赖内在的力量，而不是外界的情感来维持平衡。善明听到这里，心中一阵触动。过去他确实在某些时刻对他人的情感产生了依赖，尤其是在孤单与无助的时候，情感上的依赖让他误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。可是每一次依赖的背后，总伴随着无尽的焦虑与不安。那些情感的波动让他无法平静下来，欲望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侵袭。
情感依赖就像是一根隐形的线，牵引着你走向欲望的深渊。你必须要学会自己承担自己的情感需求，而不是依赖他人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智光法师的话让善明的心头泛起了阵阵涟漪。最后一条，迷失自我。智光法师的语气愈加温和。当欲望完全主宰一个人的行为时，这个人就会失去自我。修行的目标便是让你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，去掉所有伪装与虚伪，保持内心的纯净与真实。你如果迷失了自我，欲望便会主宰你，最终让你深陷其中。善明心中猛然一震，迷失自我正是他在修行过程中最大的困扰。每一次欲望的诱惑都让他变得模糊与迷茫，他的本性似乎在欲望的驱使下逐渐消失，变得越来越无力，越来越无法辨别真正的自己。你要始终保持自我意识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为什么而修行。只有不迷失自我，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，才能超越所有的欲望。智光法师最后说道，这些话如同清风拂过，轻轻撩动了善明内心深处的湖泊，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清澈与宁静。每一条标准仿佛都在引导他重新认识自己，认识欲望以及修行的真正目标。师父，善明低声说道，我明白了，我一直在恐惧欲望，但我从未真正理解它的本质。我现在知道，欲望不是敌人，我只需要理解它，驾驭它，而非逃避它。智光法师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，正是如此，欲望不会永远消失，但你已经学会如何与之共处，保持内心的清静与平和。善明的内心豁然开朗，他不再感到恐惧与焦虑，过去的迷茫和挣扎如同雾气般逐渐消散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与觉醒。在那一刻，善明意识到，修行并不是为了逃避欲望，而是为了在欲望面前保持清明，保持真实的自我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